成这些有钱人的关键是什么？命很重要。一切都是命还有运气，但是他自己对他的专业也要足够的努力，这样。所以你维系这些很有钱的客户的做法，我们做事情是给人家探听，这句话很重要了。我的态度都是战战兢兢的，很多客人是对我不满意啊，没办法让每一个人都喜欢你，这个你也要自己要知道了。对这些需要我们服务的这些人哈，不一定喜欢 ABC 啊。像我们台中的客人一定要跟他讲台语啊，不会讲台语的，你讲英文有什么用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艾尔莎。今天呢，来到新加坡专访一个神人系列的 Bill 叔叔在旁边。我跟你讲，这一切真的是非常特别。我们今天要请 Bill 叔叔来分享他的人生超过30年在银行领域、金融领域的所有的故事。但是因为就是没有办法问太多，因为他刚刚跟我已经讲很多我觉得很特别的故事。今天想要让大家学到更多关于金融相关，而且又是在新加坡，就是长跑这个新加坡金融职场这么久，到底发生了哪些事？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做到像 Bill 叔叔一样？我来请 Bill 叔叔自我介绍一下好，因为刚刚没有 read 这一段，我想要知道你会怎么自我介绍。哦，我叫杨武德啊，一般人都叫我贝尔杨。是不是很精简？我跟你讲，越厉害的人或越大的人物，他们就是越精简，因为他们就会一直很谦虚说，就真的没什么。但是我觉得啊，我身边的一些人里面，贝尔叔叔算是认识最多有钱人的。所以贝尔叔叔，你刚退休对不对？这几年才退休3年，快2年半。退休2年半，所以等一下都可以直接讲你之前服务的公司的名称吗？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那没有什么秘，那不是秘密，那不是秘密。所以叔叔本身之前就是比较长的时间，大概有10年左右，都是在新加坡的美林证券里面，然后是在做什么职务内容？应该是这样讲的，不是只有10年，就是说我是在银行的里面的叫做 private banking 这一块啦。那当然不止10年了，反正这么老了，就一路做到退休就是这个。然后我在美林呢，也是1994年进到，其实就是我位置，我刚才跟他讲过，我位置都没有换，但是因为金融海啸啦，上面那个被卖掉啦，人家又买我们啦，这样子，所以一路来我是没有动，但是公司名称确实是有换，公司就是有在变，我跳槽就是公司名称。懂。所以你在新加坡这几年，你目前还对新加坡的感受还 OK 吗？不只是你的工作，是整个新加坡大环境，或是在新加坡生活这样。因为我刚跟你聊，你好像蛮欣赏他们的政府还有经济状况都好像很有前景。是啊，像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，以前应该还是海水吧，都是填出来。一路来从一个小渔村搞成今天这样子。真的是不简单，真的不简单啊！全世界，你看他讲话也是很有分量。对啊，你看才500多万人而已啊。我在这里就是生活费比较贵啊，然后又热啊，只有热，这样热，非常热。四季都很热，四季都很热啊。可是你应该蛮常旅游吧？因为新加坡就是很中枢，所以就可以一直跑来跑去。那因为叔叔之前的工作多数都是在维系这些超级有钱人，而且在新加坡有钱人其实数量非常的多。我听你说你的客户要到达100万甚至500万以上的台币还是新币？美金。不过也没有很硬性啦，也没有说是这样说啦，也没有很硬性。没有，但是你不可能服务一个人物，人家愿意帮忙，我是很高兴的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一个就是真的是只有10万美金，也不可能吧？讲正经一点，就是说银行维系这个户头的成本，事实上是越来越贵了。因为金融海啸下来又反恐啦，又美国又搞什么肥咖条款、洗钱等等啊这些东西，所以银行要维持一个户头真的是很贵。因为它这么贵，它当然要去算它那个成本。所以你不能小户也在开啦。小户开的还是会被赶走了。了解，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那我刚刚听到就是这种有钱人的这个标签，我就很想要私下问叔叔说，所以你认识，而且甚至跟这些客户有些都变成关系蛮好的，这么多这么有钱的人，你跟他那么亲近，我可以问到底怎么样可以变那么有钱吗？就变成这些有钱人的关键是什么？从你的角度去观察。我发现有钱人他们对他们自己都在他们的领域里面都非常专业啦，非常专业，而且当然我跟他讲说运气也是很重要啦，这个老天要给你的，你挡也挡不住。
但是在你的这一行，你要专业，咩咩嘎嘎，你就要去，才有办法赚到钱。懂。那因为现在其实市场瞬息万变嘛，我是觉得要成为有钱人命很重要。一切都是命还有运气，命很重要，但是他自己对他的专业确实要有，不然他怎么办法应付那么多的？也要足够的努力这样。不然他怎么应付他的客人？可是那我想知道，所以他们真的像我们从电影里面看到，就是一整年365天，一辈子都在工作这样吗？还是说完全都在吃喝玩乐？他们的形态是这样吗？我觉得真正有钱人好像没有这么忙哎。可以陪我打球啊！对，好像而且很真的。我打球，我陪他打球，说对，甚至他们很常在打球。有些人不喜欢打球，就他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开车啦，喝红酒啦等等啊。所以你维系这些很有钱的客户的做法，就是一方面就是跟他们打球，然后你还会做哪些事情去深度维系这些客户，让他们比较信任你，建立关系？就是说哈，我们做事情是给人家探听，这句话很重要啦。你不要乱搞，你乱搞，你以为别人不知道，事实上还是会知道啦。到后面很多的所谓的这个后遗症呢，事实上你是会慢慢在你身上发生的。所以我的态度都是战战兢兢啊。当然，很多客人是对我们不满意啊。但是人得来讲爸囧啊，对，没办法，真的没办法让每一个人都喜欢你。对，这个你也要自己要知道了。因为我觉得叔叔讲这建议很好，在每一个领域或是每一个工作，其实都要维系好自己的名声，而且要看很长远。是。对。然后你自己的专业自己也要懂。因为叔叔一开始是在台湾，然后也有这样子的金融相关的经历，然后但是到新加坡其实是有跨国家的，所以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跨国反正我在乱弄，或是就为了赚钱做一些其他事情也没关系。可是其实都是会被看到或被打听得到，对吧？会啊，真的是会啊。对，真的是这样啊。然后人的记忆很难讲啊，我是一个五专生啊，我又没有什么学历，对不对？英文也不是说也叫那个 ABC6的样，6，对不对？然后就一路就这样顺着走到今天，我也不晓得。就退休了，对。我觉得叔叔的故事真的非常的激励人心，因为我刚问他，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想象是，反正你们就是一定是一群 ABC 或是家境很好，从小出国。然后我刚问叔叔是不是也是这样背景，他说不是，可是确实你身边很多很厉害的人是这样子的背景，几乎都是这样背景，对不对？也不能几乎啦，也是像我这种草根性的也是有。对这些需要我们服务的这些人哈，他们的这个角度，他不一定喜欢 ABC 啊。对，他们可能喜欢我们这种草根啊，像我们台中的客人一定要跟他讲台语啊，不会讲台语的，你讲英文有什么用？是不是？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小看自己的出身，就算你不是一个很棒的家境，什么很厉害可以出国工作的，但你的那个草根性 maybe 可以被看到，就是只要你维系好自己的名声，然后好好维护自己的专业，其实是可以做到的。难怪你会成功，会 catch 我的那个，是不是？好，我觉得刚刚叔叔讲到他是五专毕业这件事，我也很想知道到底为什么在台湾一个英文不是很好的五专生，而且甚至不好意思，就是叔叔刚跟我讲那个五专是什么学校，我都忘记。中国市政就有听过吗？就是好像大家都没听过，真的很不好意思。可是你看 ，even 不是名校，然后是一个五专生，但是你是透过贵人的介绍，让你直接进入这个领域，这中间发生什么事啊？没有，我就是队伍嘛，然后银行需要人，然后那个贵人说，好吧，那你过来，我这个第一信托这边我就去啊，就。可是你当时听到这份工作的时候，你不会觉得说，我根本没经验，我根本不知道做什么，我怎么敢？还是你就是真的直接就是咣咣的冲？而且没有想这种事情。有时候人就是要直接冲，然后你就不知道这个事情，这个动作其实改变你一生，对不对？确实是改变我一生，真的，这是真的。所以我觉得，那我可以再额外多问，就是对于贵人的经营，或现在很多书都在教我们说怎么累积人脉或认识贵人，让贵人帮你。你有什么小 tips 可以分享给大家？我都已经讲了，就是说你在你的位置上好好的做，做事情是给人家打听的，做代志要探听啊。然后人脉的累积，没有什么技巧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技巧，像我们以前说什么做什么去怎么发名片什么，那个我是觉得谁会理你啊？而且对我们讲这么多钱的事情，对，不是讲想美金的100万几千万的代志啊，对不对？不是那么简单啊，有口碑啦。他朋友介绍你。比你他妈的在那边，对不起，讲脏。没事，我们这边非常好，这样很真，很 real。他的朋友跟你说2句，
比你怎么样都好多了。是不是？所以不管在公司里面，就是在职场面，或是在外面的生活圈的那个贵人，其实都是要靠好名声。我觉得叔叔就是他讲的很好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这个人未来对你有什么帮助。对对，所以像今天这种访问，他一跟我讲，我就说他爸爸一跟我讲说好啊，那就来啊。对，我也是第一次啊，先处女座。谢谢叔叔，谢谢叔叔。对啊，那就来啊。所以我因为我现在退休了，当然我不需要去搞这些事情，但是我觉得这是我做人的态度啊。我觉得叔叔刚刚有讲到一个点是，你现在虽然在新加坡，可是很多客户还是台湾人。对吧？100%还是台湾人，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气馁。如果你是台湾人的话，来这边英文不够好，可是我觉得尤其是这种要掌管很多钱的台湾人，还是信台湾人。应该说，同乡的人会信同乡，这个特性是每个产业都不会变的。台湾人不见得信台，不见得信。有一些特例这样。不是他有他的一些历史背景，然后就假设随便讲乱讲，比如说有一个新加坡人接了他的一个 account， 比如说台湾人开了这个 account， 可是新加坡人后来接了这个 account， 现在这么服务很好啊，或者是香港人现在服务得很好啊，对，大家都很 match 啊就好了。他是接到啊，如果叫新加坡人去台湾开拓客人，我觉得这个就难度比较高。对啦，问题是他在银行上班，就接到这个客人，这个是非常多这种例子啦。懂，不是他去开发的啦，这种就是硬碰硬要去开发。银行不会给我们客人。因为叔叔刚刚有提到说，如果因为他们其实掌管客户很多的钱，然后有些客户真的是额外信任他们，所以在这个位置，如果为了多一点点利益或贪心一点点，真的比较容易走歪路。在这个职务里面走歪路，叔叔可以举例有哪些歪路吗？是也不可能真的偷钱或干嘛吧？是做哪些事情会让你的名声臭掉？我有一个 case 啦，我以前一个老板，他真的是偷客人钱啦，那个是在第一线。天哪！不是，没关系，叔叔可以不用讲名字，我觉得太可怕，等下被追杀。但他就是有点挪用客人的钱。为什么我讲？因为他报纸也有出来了，确实。但是在小一点的事情，可能就是乱建议，或是为了 bonus 去做什么事吗？对啊，因为那个钱很多嘛，但是因为投资的事情确实是很难讲啊，未来它会涨会跌，你怎么知道？凭良心建议嘛，但是有些人就没有凭良心啊。他要业绩啊，确实是有。懂，而且尤其是因为这边的业绩奖金，反正都是处理很大的金额，所以那个真的欲望就是你要克服住。那最后我想问叔叔，就是如果有现在台湾年轻人这些20多岁啊，因为叔叔也有2个小孩，然后他们年纪可能跟现在观众大家都差不多年纪，对于这些台湾年轻人，或是他们想要来这个领域工作，金融业，或者是只是纯粹来新加坡工作，你会有什么建议，或是他们要做什么准备，或他们甚至要念什么科系，要学英文吗？还是要怎么样？有什么东西想要分享给大家吗？他这个问题啊，我已经想了好几天了。其实，在你的位置，你好好的努力去做。当然，他讲英文是很重要的。你对你的专业知识好好的努力，踏实一点去做有时候机会它就会来呢。我觉得很适合大家，现在都很急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会听很多谁30岁啊，然后就赚多少钱，然后用什么，就大家会很急，所以就会想要一步登天。反而我觉得这种就是专注于自己的位置，好好做深，然后做得很有诚意，把工作做好。这种建议真的是真的万年不变，就是很忠诚。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，因为你真的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对，或者是你 ABC， 你旁边有 ABCD 一大堆的人，哪一个人未来是你的贵人，或者是你的这个帮手，或者是什么，不知道了。OK。但是其实大家在跟你交朋友的时候，大家都在看。你不要以为你在那边花天酒地，有的没的，人家不会在看，人家是会在看的啦。花天酒地不是说不好，就是它是一个生活的一部分嘛。但是你那个所谓的那个红线，或者是那个底线在哪里？对，你不能乱搞啊！很感谢 Bill 叔叔今天的分享。那其实叔叔背后还有很多故事，毕竟30多年在同一个领域的深耕，我其实觉得他真的有很多故事，只是有一些东西其实是不方便在台面上跟大家讲。所以未来有机会，艾尔莎如果还有再听到什么的话，我会再跟大家分享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